着急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袁仲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。这莫非是战鬼人的降临之术？快去天雪峰找丁旭长老。是。袁仲，我叫姬檀音，是神界的降造之神。你的神之左手便是我打造的。太和神君因失去神手而陷入长眠，而你却借神手之威残害苍生。你不配做神手的宿主。今日，我便要取回神之左手。 你会因此而死，但你不必怨恨。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要开始动手了。 嚯，好久不见，各位早啊！不早了，约好的辰时议会，现在已是未时。老夫还特意晚出发了1个时辰，结果到这儿一看，我竟然是第1个到的。文英公一向守时，我真是佩服。嚯，程师兄真是好梦正酣啊！睡够了没有？ 丁虚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没到的8成也不会来了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是啊，大长老，这长老议会多年未开，昨夜收到消息，我还惊讶着呢。到底是什么天大的事情，把我等齐聚于此啊？大长老，你就不要卖关子了。诸位平日散居各处，往来一趟多有不便，如无要事，我也不敢打扰。 只是今日之事，着实蹊跷啊！到底什么事啊？去叫唐华吧。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有事情想不通，想要问寒女姐姐。你的肉身尚在人间，元神离体恐怕不太稳当吧？不要紧的。她在里面吗？哎，
韩女一直在罗浮海，那里是太阴之地，一直守在那里对身体不好。你进去要好好的劝劝她。嗯。韩女姐姐，谭一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不太好。太和的情况越来越差，他的元生之力正在逐渐消散，罗浮海的太阴之力也帮不了他太久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可是那有狐族大祭司很难对付。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。何事？我想问你。有狐族大祭司真的是残暴之人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我见到他了，他好像跟传说中不太一样，而且他一直带着一只金环，那是封印法器。我不明白，他不是有狐族大祭司吗？他不是人间之主吗？为什么他会带着镣铐？你为什么在意这个？我当然在意。如果真的如我所想，那我们知道的可能都是假的，或许他是一个弱者，也或许他是个好人。弱者一定是好人吗？戴上镣铐就不会作恶了？也许正是因为他犯下的恶行太多，才会被人封印，戴上了禁锢的法器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什么？就算他是好人，那又如何？神之左手不属于他，他窃据神器便是罪过。太和神君是元生天神，是被元生之力选中的天道法则，他是6界的守护神，却因屠魔而陷入长眠。所以，不管那有狐族大祭司是善是恶，是正是邪，你都只有一个选择。谭音，太和等了太久，你帮帮我。不是这样的，韩女姐姐，神灵守护众生，存慈悲心，救如是苦，众生平等，万物平等。但你说的或许是对的，弱者不一定是好人，带着枷锁也未必不能行恶，所以我会查清楚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休息一下。孟春之时，正是山里蛇虫鼠蚁复苏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一点。你怎么了？好像是中毒了。没事的，我是仙人，还不至于让蛇咬死。我是来找你的。见过各位长老。唐华，出事的是你的部下，你已调查了一整晚，可有什么结论？赤翼临死前双目血红，力大无穷，肌肤下仿佛有血蛇游走，还隐隐有皱纹浮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彻底失智，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。以上种种，都让我想起了一个可能。我猜测，他是中了降临之术。什么？一派胡言！降临邪术乃战鬼人不传之秘，战鬼人早就死光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人中招啊？我记得
当年我们研究过降临之术，降临当日都是对方的生辰当天。当时大家便分析，降临这种逆天邪术，不可能没有限制，血液、生辰八字，都有可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赤乙中的是降临之术，那昨日便应该是赤乙的生辰。星瑶长老言之有理，这点我也想过。可自从降临邪术出现后，我族众人便再也不庆贺生辰了，生辰八字更是每个人自己的秘密。赤乙没有亲人，我也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。事情发生在六角殿，大祭司怎么说？大祭司昨夜受到了惊吓，早早歇息了。他没有与我多说什么。惊吓？大祭司可是一掌能打穿平湖仙舟的人，就这场面，还能受惊吓？这个世上，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鬼人了。那就把大祭司请来吧。是。这是什么？他昨天迷晕了我。这不是迷晕，那是因为里面有很浓烈的酒气，所以它会使人迷醉。良好的睡眠是迎接好运的第一步。你们这批侍女不是在小香峰受训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前面那儿有一条大狗逮着人追，我一害怕就走错路了。方外山没有狗。这么大山怎么会没有狗呢？许是从别处跑来，你不知道而已。我帮你上一点药吧。在哪儿呢？我记得有的呀。找到了，就这个，这药很灵的。那是什么？乾坤袋呀。乾坤袋？那不是降造之神无双神女的随身法器吗？据说降造方法早已失传，你怎么会有？失传？其实这很简单的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法器。你们仙族不也有那种隔空摄物的法术吗？原理是一样的。可是刘仲，刘仲，长老会那边来人了，叫你过去一趟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刚刚被蛇咬了一下。你叫姬檀音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你真笨。大长老，大祭司说他今日课业尚未完成，不便前来，着我带句话给各位。他说，战鬼人已全部死在平湖，绝无人幸存。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怀疑此事，都是别有居心，应当严查。去调查一下姬檀音，他的生辰八字、出身背景、成长经历、兴趣爱好，我都要知道。为什么？他是丁虚的人？不像。那他是人族派来的探子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总不会是战鬼人派来的吧？长老会那边应该是散了，唐华估计是要气死了。不至于吧？他笨又小心眼的很。也是。去狩夜殿，明日就是各峰仙长挑选侍女的日子了。我们要提前抽签，决定上场顺序。
选侍女，明天？是我奢求太多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该自己解决。神灵在上，请保佑我。大选的规矩你们都记住了，待会儿进去听候吩咐便是。是去是留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教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时辰差不多了，去吧。是。我说文英公啊，真是奇怪，你不近女色又不收女弟子，怎么今日会来这儿挑选侍婢？原来的厨子老了，新来的粗手粗脚，做的饭像泔水一样。哦，果然是大事。听闻这批人族的侍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女工烹饪更是一流，你可要好好挑挑啊。百里兄，文英公，星耀长老。汤华，你如今也是长老中的一员了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师爷的后事你办完了吗？你还挺有闲心呢。啊，唐华，快坐吧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大祭司到。难怪你会来。大祭司，真是稀罕，今日连你都来了。看来这些参选的侍婢福气不小啊。大祭司姗姗来迟，想必是被哪个清秀佳人绊住了脚吧？是啊，这人族女子大多不修道法，喜爱皮囊。文英公上了年纪，法相庄严，自然不知我的苦楚啊。大祭司，丁薛长老事忙，着我主持今年的选士大会，故而今日主考仍是老规矩，考教琴棋书画四大艺。你要去六角殿当侍女？那你通过得了侍女考核吗？书法绘画虽非我所长，但想来应该可以通过。弹琴我是不会的，但我可以做点手脚。唯独这下棋，那你算是找对人了。这6届之中论下棋，我排第2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1。那到时候可就要仰仗龙伯了。本场考教的是你们的棋艺，两两对弈，败者淘汰出局。开始吧。别着急，我想一下。
36旗手，小飞挂角。千年已过，这人间的旗手没什么进步啊。喂，就这么一步棋，有必要想这么久吗？此招布得妙啊！他有这般棋艺，明明可以迅速结束这一局，为何还要故弄玄虚，拖拖拉拉？可能是想吸引我等注意吧。虽说是我们选人家，可人家心里也有想要追随侍奉的仙长。我输了。好棋。大祭司，你认识他？见过几次。哦，怪不得大驾光临，原来是心里已有相中的人了。第一局结束，胜者下去准备。下一式，擒技。行云流水，绕梁知音，好擒技。下一个，击弹音。这里背了琴。我习惯用自己的琴。盛香，但凡琴道高手都喜欢用自己的琴，让他用吧。我需要调一下琴。尔等能留到现在，都是技艺非凡的翘楚之辈。我要提前恭喜你们，可以留下了。多谢仙长。这最后一关，你们可以挑选自己擅长的才艺展示。若有幸被哪位仙长选中，便有机会跟随仙长修行，此乃莫大的机缘，你等万万珍惜。是。禁言！你的才艺是什么？我是一名匠师。匠师？匠师是干什么的？人族那边的玩意儿就是工匠，擅长造一些马车呀、桌椅啊、家饰摆件之类的。这算什么才艺啊？难不成你还要在现场造一架车出来吗？倒是可以。只不过这里的场地好像不够大，而且造马车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那你要表演什么？我可以解开这个。嚯，文英公，我若记得没错，这一批两仪定身镯可是你打造的。不错，正是老夫所造。姑娘，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两仪定身镯是由不老金打造。内含富术法阵，是我族仙器，
岂是你一个小小工匠说解开就能解开的？你莫……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天生万物相生相克，本就不存在坚不可摧的器物。不老金虽然坚韧，但也不是没有弱点。更何况人族匠技本就不是只能造一些家什、摆件等。大祭司觉得呢？你想说什么？这两一定身着，不过就是一个小法器，工艺简单，倒不如让我换一个试试。你还想解什么？大祭司脖子上的锁料，我倒是想试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试试，是否可以打开那把锁料。放肆！这金环可是合我全族之力精心打造，特意献给大祭司的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拘系束缚是为锁，捆绑禁锢是为料，那就是一把限制自由、囚禁力量的刑具。说的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你自己不戴上？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我族长老为我炼制而成。不过你只看到一把锁料，没看到更深的意义。你没听说过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吗？这是你们人族的兵法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《道德经》又有云：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自知者明，自胜者强。你看它是一把锁料，而我看它，却是助我成就大道的青云梯。既然不是锁料，那你敢让我解开它吗？好啊，大祭司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一个区区的人族女子就能打开这金环吧？这……来，试试吧。云中，怎么样？这不是普通的降级，我一时解不开。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也算是一种收获。这女子胆大妄为，竟伤了大祭司，我这就带她下去处置。不必了，些许小伤算不得什么。这女子我很喜欢，就入我六角殿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她不是你们选出来的吗？姬檀音，我问你，你可愿入我六角殿为婢女，追随、侍奉于我？我愿意。袁仲小儿，拿命来！住手！你在这儿！山水欲尽绝境将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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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水欲尽绝境将至。下旨！
子飞，你做什么？他已经疯了，要杀大祭司，不该死吗？善之，善之，他最后说的话什么意思？啊？谁听懂了？山水欲尽，绝境将至。大祭司，你来了。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，是因为今日夏芷将军被降临一事吗？你知道什么是降临？听说过一些，是战鬼人操控对方的一种手段。只要知道对方的姓名和生辰，便能以妖术来操纵对方，让其生变生，让其死变死，极其恶毒的一种手段。知道的不少啊。玉泉峰上是只有我们2个人吗？还有子飞，但他今晚不在。他们又换了一个新的给我带上了。还解得开吗？禁制稍微有了一些改变，还需要研究一下。你将计不错。只可惜没能解开你那个。我这个可没那么好解。它看上去好像有点重，实际比看起来更重。那你为什么总带着它？白天人多，如今你可以说实话。因为好看。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不会啊。可是，它已经把你的脖子给刺伤了。为了好看，有点小小的牺牲，也在所难免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下去吧。我的法子，我爹用不了，但有狐族另有长生秘法。大长老丁虚炼制的不老神药，对我足有奇效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向有狐族讨要？他们不会给的，得想办法把这东西拿下来。有一个人，或许可以帮到我们。山水欲尽，绝境将至。你们听到的是这句话？我确定，真的是战鬼人回来了。一派胡言，几句战鬼话谁不能说？又能说明什么？就是平湖一战，战鬼人都死在咱们面前，大家都亲眼见证，不信别人，还不信自己的眼睛。平湖的战鬼人是死了，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没有藏在别处的族人活了下来？如果他们还活着，为何这么多年悄无声息？我族与人族齐心协力找寻，却一无所获。四海何其大，你确定你没有遗漏吗？桃花，死的又是你战部的人，你有什么说的？我不知道。是战鬼人，没错，就是他们。文英公，你说什么啊？大点声！我说就是战鬼人，不会错的。我在战阵上亲眼见过降临之术，和夏芷一模一样。是他们回来了，是战鬼人卷土重来了。文英公莫慌，此事还没有确定呢。等确定就来不及了。大祭司，丁旭，你要赶紧解开大祭司。住口！眼下一切还只是猜测，我们就要自乱阵脚？此事还需调查。鉴于战部2人迷失心智，着战部将领全员卸甲接受盘查。百里香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没有结果之前，谁也不许去打扰大祭司修行。听没听懂？
是。全滩山长老吕成师，是。我有要事相问，你要知无不言。是。有狐族大祭司不是你族的英雄吗？是他打退了战鬼人，为何你们还要给他戴上禁锢的金环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要说与我听。那件事发生在60年前，平湖之战方兴。这是何物？这金环能封印住神之左手，让你失去神力，重回血肉之躯。元仲啊，你是屠灭战鬼人的英雄，是救万民出苦海的救世者，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敬你爱你，不会因你是否拥有神力而改变。而且，神之左手是神器，以气血为食，你以凡人之躯温养着它，一时之间尚可坚持，天长日久，恐遭反噬。我已能掌控它，这一点，大长老请放心。你不明白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你得天之幸，代掌神器，救苍生于水火，攒莫大功德。这般机遇，可有想过超脱凡尘，正道成神吗？成神？天梯一会，天门不开，这世间早已无人能够飞天成神。是吗？可他不知道。他没有想过，他确实，他真的没有想过呀。果然没有。果然。是啊，你没有。哪怕你和神只差那么微弱的一步，你却做不到。大长老，我不明白，你觉得我能成神？当然，你是神之左手的宿主，有可比肩神明的力量，又将战鬼人斩尽杀绝，创下累累功绩。古往今来，何人能与你比肩？你为何不能成神？可是我并没有。是因为你不能摒弃无罪，深陷于红尘欲海之中，方才不得超脱。无罪？不错。虚伪、偏执、愚昧、嫉妒、残暴，天下之恶无不出自其中，世人皆受所困。你也不例外。你年纪轻轻便得大造化，可惜心性单纯，不曾经过红尘历练，道心不坚，如何飞升？只有封印住神器，以凡人之躯感悟天地，参透五罪，方才有正道成神的机缘。我不明白，他是你们的大祭司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多久梦阑珊，烟雪落上了那段，赴一场豪杰，一寸偿还，谁又能无关？目光一点蔚蓝，谁知我浮生冷暖？若相守难算，情终不堪，用余生风华，跌落于人间，辗转过云川，在你一声苍，便是靠岸。若誓言之间，再执念一人，不舍一句告别。眼泪流一针，思念落一半，是
镜中花水状元，千载长夜，朝暮生死流转。穿过云川，在你身侧便是靠岸。月落于枕畔，微光中阑珊，心又如何释然？